妖兽了！我的蓝胖子差点被水煮，还被迫沿街卖艺，这到底是经历了啥呀？维修技术哪家强？迷着这里多拉酱。小多拉又开始维护时光机了。好心市民大雄小搭把手，只要被大雄碰过的道具基本都会坏，不让帮拉倒。临走前一不留神碰断了一根电线，直接导致系统崩溃，带着小多拉一路穿越。大雄来到空地，看到小夫正在展示一个上古卷轴，是亲戚在家族地库发现的。仔细一看，这狸猫咋这么面熟呢？这不是小多拉吗？大雄一眼认出。话说小多拉也不知道来到了哪个时代，看着彻底坏掉的时光机，脑瓜更疼了。草丛的另一边，看到一个百姓正在向一个达官贵人道歉，就因为踩到了他的影子，这也太蛮横了吧！熟可忍，婶儿不可忍呐！小多拉看不下去了，狸猫竟然开口说话了。小多拉最讨厌别人管他叫狸猫了，一看对方也不是好惹的，连连后退，不小心弄碎了大叔箱子里的罐子。恶霸们觉得小多拉是个好玩意，打算抓起来献给皇上，一路追赶到了悬崖边，拿出竹蜻蜓，却还脱手让它飞走了。小多拉只好拿出蜘蛛丝和对面连接，一根蜘蛛丝铤而走险。恶霸们跟着丝线一路追到了寺庙，小多拉没办法了，只好躲进寺庙的厨房，用缩小灯缩小后躲进了破旧的水壶里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被一休哥拿进了屋子里，也不洗干净，直接倒上水开烧。小多拉被水淹没，不知所措。一休哥开始点火，水一点点开始沸腾了。清水煮蓝胖啊！拿出放大灯，随着水壶不断变大，伸出四肢和大脑瓜，水壶成精了。烫的小多拉直接穿墙而出，掉进了一个臭水坑，才得以活命。此时恶霸还在追赶小多拉，可铁壶锁身，根本用不了百宝袋，拿不出道具。惊慌时刻，小多拉之前救过的大叔带着小多拉离开了。这边的大雄带着小夫的卷轴回到家，却看到多拉美拿着仪器在修复时光隧道，这才得知小多拉和时光机一起失踪了，根本无法检测到具体位置。大雄慌了，失手把卷轴丢到了地上。多拉美看到了上面的狸猫。小多拉和大叔回到家，在大叔的招待下吃到了今天的第一顿饭，可大叔却一直饿着肚子，一问才知道他是以到处表演为生，可表演的道具被小多拉在和恶霸的争斗中给弄坏了，家里的最后一点粮食也给小多拉吃了。咱小多拉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呀，好在蜘蛛丝的道具还在。第二天，小多拉开始了卖艺生活，获得了百姓们阵阵此起彼伏的喝彩声，和大叔一起做个努力的打工人。此时反派也追了过来，要求他在麻绳上行走表演，否则就猫头落地。大雄和多拉美也靠着仅有的线索努力寻找，无法确定小多拉去的年代。小多拉硬着头皮上了麻绳，还被要求表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。马上就要到终点时，被一只花蝴蝶调戏，一个大喷嚏，失去了平衡，被隐身的多拉美和大雄接住。小多拉利用蜘蛛丝完美落幕，也帮大叔赚了好些钱。而脱落的铁壶也被大官当做传家宝收藏，这也算小多拉补全历史了吧。好啦，喜欢米勒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。